各位，我敢说你见过嚣张的，你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中国长沙有一位体育局的美女处长，霸占百姓的车位，而且嚣张至极，拒不挪车。这回结局舒适了啊！来看看吧。6月30号晚上，长沙德丰小区的业主这个发现自己花8万元购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色的轿车占用。物业呢，发现车主预留的挪车号码系故意写错，辗转半小时才联系上女车主。这位女士起初称在外地出差需3、4天才能回来，但是隔天被人家的业主在地下车库撞见，正从车内取物。谎言被拆穿以后，要求当面道歉并挪车，对方以在楼上睡觉不想下楼为由拒绝了。那如此嚣张的何许人也呀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啊！可以不走是吧？那你这车就不是他的。我也去到底到过的。讲的话那就这么讲。你占人家车位，你还在这里。你还别说，你2台车多，我可以在这里调4台车进去，在这里叽叽哇哇。他还在拍我的，这个人还在拍我的，什么不能冲的？我全要坑掉这货呀，追恼火的很的。去你们都说的是。我这个车要堵他最少7天。老公们，你们如果碰到这件事情，你们后事处理。这个车在6月30号的下午就已经停在了这个车位，这个车位是我的。他不但停在我的车位高头了，他还停在这个车位高头了，就造成我7月1号的凌晨4点钟、3点半钟我回来，没有车位停，没得车位停的情况下，我们把车移开，停在别的地方，停了一晚，并且我们联系了物业，要物业的联系车主把车移开。7月1号的白天，我们的物业跟车主联系上了。联系上以后，我们红车子的车主拒不移车，并且跟物业的讲，自个在出差，需要4天以后再回。我们就想起这个你反正出差吧，我们就没关注这个路了。结果在7月1号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这部车的车主，他并没有出差，他只是在路上睡觉，只是揽下来一个车的。我们在晚上到7点钟的时候，发现他在我的车上拿东西。并且手上持有车钥匙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但不跟我们赔礼道歉，直接打电话给老子嫂嫂，并且用手机怼到我的脸上，后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跟他掰扯了半个小时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，是不是？我验了车位给他，他不但欺骗了我，还欺骗了物业，并且他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他觉得他打电话给毛子嫂嫂，毛子嫂嫂就会站在他那一边。单位后来毛子嫂嫂过来了，并且了解了情况以后，明确地告诉他，这个东西是他不在理。他不但不道歉，第2天上午，也就是7月2号的上午，他继续打毛子嫂嫂电话。毛子嫂嫂于7月2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，又来到我们小区，又处理了这个事情，并且同样的给他答复。是不是你需要他跟我赔礼道歉来处理这个了？他依旧没有赔礼道歉，而且态度积极的嚣张，积极的嚣张。所以我不晓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的，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我们作为底层的社会底层的这些劳动人民，我们需要怎么个跟他们玩？你强行跑到我的睡觉，我还抓到你把办法。大哥们，你们如果碰到这个事，你们会不是搞？这个是我的私人车位，被你强制了，你还如此的嚣张，到底你后面是要我做事的，能够不贴时间，你都不出来道歉。作为一个驾驶员来讲，我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根本不需要我们来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，花费过多的精力来处理这个事情。一句小小的道歉，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事情。
我们也不想原形啊，家伙。但是我作为底层的这些劳动人民，我没得办法了，没有退路。我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我自个的合法权益，争取他给我改一声对不起。现在问题来了啊！晚上的10点13分，在所有人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，突然来了一台车，什么话没讲，一没有联系物业，第二没有联系派出所，第三没有联系到我车主的本人的情况下，他这个车就把我的车给堵住了。他是开在这里，然后倒了一下，然后堵在我的车头啊。当然，但这个时候我这个后面还有一台电车是跟他们一起的，当时还没有堵过来。他这个车是明显在没有通知我，而且没有跟我正式沟通过，或者你连句道歉都没有讲的情况下，就把我的车给堵住了。这个时候物业都不知道这个事的情况下，他就把我的车给堵住了。啊，这个我不晓得他是什么单位的，这是一个男的啊，一个男的，在我视频里面我打了马赛克的一个男的，我不知道他。今天是这个红车车主霸占我车位的第7天，目前红车车主已经通过了第3方找我进行协商，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争取到他对我的一个道歉。今天我看到了广西的这个灾情，如果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其他的赔偿，我1分不要，全部捐给灾区。我也会继续更新后续的进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关注，全部会在书面呈现出来。记住啊，这个暂时我没办法控制它了，暂时我是没办法控制它了啊。那个说谈妥了再放的啊，说谈妥了再放的，我的压力比你们应该能够要去理解一下我啊，因为我受到的压力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啊，我不能在这个直播间去讲。这个事情呢，迅速的就上了中国的热搜啊。快买的私人车位被占5天，留假电话，辗转联系上后谎称出差，被车主堵住后反倒2次报警，恶人先告状。近日湖南长沙这起车位纠纷引发全网热议，看完让人直呼离谱。事情发生在长沙德丰小区，业主闵先生10年前花8万块钱买下产权车位，从6月30号起被一辆红色轿车死死霸占。更气人的是，物业联系挪车时，发现女车主留的是错误号码，故意失联逃避责任。好不容易联系上，对方轻飘飘一句“我出差3、4天回不来”，直接挂掉电话。可有业主拍到，这位声称出差的女车主压根儿没有离开小区，还在地下车库拿东西，妥妥的是刻意赖车位。闵先生1连5天没法用自己的车位，多次沟通无果后，7月3号，他买来 U 型款，把红车围堵在车位里，诉求很简单，只要女车主当面道歉，这事儿就了结。谁料理亏的女车主始终不露面，反倒连续2次报警，倒打一耙说闵先生堵了他的车。民警到场查清前因后果，明确指出女车主占车位在先，理亏在先，可她依旧拒绝道歉，拒绝挪车，态度十分强硬。这事传开后，小区业主纷纷力挺闵先生，自发在红车旁贴上了车位有主的字条，集体声援维权业主。该事件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，那焦点集中在占位行为的法律责任与维权的方式上。法律专业人士指出，恶意侵占他人的私人车位属于财产的侵权行为。然而，目前对于此类行为的惩戒力度偏弱，维权流程繁琐，导致违法成本过低，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此类行为的发生。同时，律师也强调，闵先生采用 U 型管堵路的方式属于过激行为，虽情有可原，但并不值得提倡，可能使有理的一方陷入被动，应提高对占位行为的惩处力度。同时，小区应加强硬件设施建设，如装车位锁和警示标识等，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纠纷。花钱买的车位被霸占，维权者反而要受气，这本身就不应该是常态。我们支持合理维权，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守住底线，不占他人便宜，不无视规则，别让无赖逻辑破坏了公共秩序和邻里和谐。道歉，他凭什么让我道歉？20几个人陪同你调解了11个半小时，您要签字的时候，你提出调解同意书不能交给被调解人。各位网友，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昨天调解的情况。我们是从7月8日的下午4点，
一直调解到7月9日的凌晨3点，一起是11个多小时。昨天的调解由一位自称是彭女士领导的男士协同彭女士一同出席，小俊哥一个人出席，以及10余位各级相关人员共同调解。而真正把这个事情扩大化的那位眼镜男全程都没有出席。调解中，小俊哥提出需要眼镜男与彭女士一起来道歉，并且出具书面的道歉书。彭女士提出：第一，小俊哥不能公开道歉书；第二，小俊哥不能带走已签好字的调解同意书；第三，需要小俊哥与他相互道歉。调解方提出由彭女士向小俊哥单方面道歉，对小俊哥提出适当的经济补偿。三，小俊哥不能将彭女士视频与相片以任何形式公布于网上。长时间的沟通，小俊哥提出我必须带走已经签好字的调解同意书，道歉信我需要打码公示在网络上。小俊哥不会就此事进行道歉，因为以上几条对方不同意，造成了本次调解不成功。整个调解过程中，小俊哥没有接受彭女士的任何道歉。小俊哥现在已经开始整理材料，在必要的时候会走司法的途径，对这一个事要一个结果。这是一个何许人也的一个女人呐，如此的猖狂啊！好家伙，中国万能的网友一查，可了不得了，可了不得了！人家是一个官员，还是一个处长啊，那个应该是个副处，还没到处长呢，这个官威就这么大了。长沙市体育局叫彭木熙处长。哎呀，有人说那不就是一个副处吗？啊，那怎么这么嚣张啊？此人可了不得呀，朋友们。此人啊，曾任团省委统战部一级科员彭木熙。团省委的科员啊，这是省里的人呐，他配当共青团的官员吗？那他干嘛的呢？这人啊，现在已经是副处长了。副处长负责什么呢？党政综合办公室，还负责党的工作。我的天哪，你敢信吗？好大的官威呀！霸占群众的车位，还负责党的工作。如此嚣张的原因，网友也找到了，说这位姓彭的女士，看到了吗？她呢，2023年4月到长沙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只是个科员，2024年就升为主任科员，2025年就升为了副处长了。今年如果不出这个事儿，不出意外，就成了处长了。一年升一级啊，跟坐火箭一样。在中国的这个官场中，那绝对是跟坐火箭一样啊。你知道一个县处级啊，处长啊，你要如果上边身上没人的话，你多难呢你？正是因为人家身上有人嘛，啊，那坐火箭的一样啊。不是刚才那个视频里也说了吗？还有一个什么戴眼镜的一男的，那戴眼镜的男的是不是他身上的人咱就不知道了啊，各位啊。那这个事儿在中国上了热搜以后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众怒，结局是什么呢？
结局是体育局说高度重视，正会同公安、属地街道展开全面调查，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如果那上面那个人够硬的话，那也就是把那个调走，平调啊。如果上面那位不硬的话，先撤职，因为他还在试用期嘛，对吧？先撤职啊。如果上面的那位软了的话，那估计寻衅滋事刮起来了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